这互联网的推送机制真的很奇怪，你越想看正常的内容，它越不给你看，反而推送的都是一些毫无逻辑、让你大脑短路的离谱画面。我看到这视频的第一眼，已经不能用无语2个字来形容，而是让人感到生理不适。我甚至不禁去想，这世界上还有多少正常的人啊？现在的视频到底有多疯狂？我相信你也看出来了。现在的人啊，都不是正常的教你如何化妆，而是用一瓶粉底液就能糊满一整张脸，把多余的粉底液给蹭在衣服上。越看越觉得这张脸啊，不是用来化妆的，是拿来刷墙的。正常人化妆要出门上班，要去见人，要坐地铁，还要在外面待一整天。你不可能化完一个厚到像刷墙一样的底妆，然后顶着那张脸去挤早高峰。去吃饭，可这些视频里的人完全不需要考虑，因为他化完妆之后，唯一要做的事呢，就是卸妆，或者是继续拍视频。他不需要出门，也不需要见人，所以这样的化妆内容根本不是教学，而是获取流量的方式。在这类内容底下的评论、点赞和收藏都是成倍的增加，观众越觉得它离谱，播放量就越高。这样的现象就是为了能吸引你多看2秒钟，这就是叫做注意力经济。平台不关心这内容有没有意义，只在意这画面是否能激起你停留的反应。你越对这样的内容反感，会产生好奇心，你越是会多停留几秒，多留一个评论。这种内容特别擅长制造出让你看着有点不舒服，但又很好奇的感觉。像这粉底一坨一坨的往脸上糊，把半瓶的卸妆油往脸上倒，还用拖鞋当成粉扑来上脸，整个画面就是非常的埋汰。越是让人感到恶心的画面，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大脑被刺激到的反应。就像有人喜欢看挤痘痘的视频，你明知道不舒服，但就是想看下去。现在网络上的化妆内容太多了，大家也画得越来越精致，已经没有太多的实际技巧的内容，因此现在的内容呢，就在比谁更离谱，谁更极端。你所看到的内容画面呢，就会变得越来越重口。一旦你看多了这种糊墙式的化妆，再去看别人用粉底正常化妆，你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当然了，这种感觉你不一定能立马意识到，但一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你的内容偏好。平台不会告诉你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它只关心一件事，就是数据。你有没有点开这条视频？有没有看完？有没有留言互动？哪怕你在评论里说他用的粉底液太浪费了，涂在脸上根本呼吸不了，平台最终只会解读成你对这类的内容很投入，下一条就继续给你推更多同类型的视频。有的创作者呢，心里很清楚，这么用粉底液很不现实，一般人也不敢这么模仿，可他还是得这么拍，因为他如果还想在这个平台上获得流量，就必须要顺应算法。最可怕的是，平台对内容的好坏已经没有判断能力了，只要数据够高，都能当成爆款。因此，很多优质、正常和有用的内容全部都被限流。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但凡你看到一条擦边的照片，它的这个点赞数就会比正常内容要高很多。当平台长期只推荐那种刺激强、节奏很快、画面很炸裂的内容，只要你看得越多，注意力就会被训练得越来越短。你已经没有耐心去听别人好好讲一句完整的话，也看不进那些节奏正常、结构清晰的内容。就像我之前的视频一样，如果你一直关注我的话，我之前的语速是非常的快，然后我现在刻意将我的语速变得正常，结果就有人在评论区说我讲话太慢了。所以说我到底该怎么做呢？像这些妆容类的视频，用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日常的使用标准。一瓶粉底液，正常人可以用1年到2年，他这一次直接用个半瓶。眼影、妆前乳和散粉也是毫不心疼的用，每次用那么厚重的产品，卸妆的时候也要用到更多的清洁产品，例如卸妆水、洗面奶、刷具清洗液，甚至还要用几盆水反复的洗，就连每次卸妆都要把头发也一起清洗，不然粉底液就一直粘在发根上。
看起来是真的难受啊。这深度清洁的前提是非要把自己搞得特别脏，只要你不脏，就不需要用到那么多的水，你更不需要为了夸张把粉底液都涂到头皮上了。你看看，这不就是为了强用产品而创造需求吗？你需要知道的是，这类内容呢，为的就是引流，在现实生活里根本没有人会愿意这样折腾自己。最离谱的事情是，这一旦有1-2个人靠糊墙式的化妆火了，接下来就会有一堆跟风的人。只要你的脸糊得更厚，动作更夸张，表情更扭曲，你的流量自然会更好。还有就是大家对极端画面的阀值被抬高了，你平时看正常的化妆内容已经麻木了，你的大脑被训练成需要更刺激、更古怪的内容。所以当你看到粉底像泥浆一样那么厚，用一个比头还要大的粉扑，尽管心里有很多想要吐槽的点，但仍然还是有继续好奇的心理。久而久之，你的判断力会变得迟钝，你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内容变恶心了，还是你慢慢觉得就算那么恶心也没什么。这些内容为了视觉上的冲击，也就意味着资源都在被快速的消耗。现在我们人每天都在吸收互联网上大量的内容，就会发现有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你已经很难满足于正常的节奏和消费模式。原本一盘腮红可以用3-4年，看完视频之后，你觉得自己还差这颗颜色，视频内容和产品推荐之间的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你看到化了那么厚重的妆容后，皮肤依旧光滑无瑕，下一秒他就给你推荐了这款泥膜的广告，还给另外的黑头贴打广告。看到这里，我并不想说推广是错误的事情，而是对于一个没有正常思考能力的成年人来说，也许会觉得这位博主每次在脸上用了那么多产品，皮肤还能做到那么好，一定是他推荐的这些产品管用。那么现实是，你的大脑已经被互联网这些内容搞得分不清楚，到底它真的是管用呢，还是只是广告。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你看吃播，总想着别人吃不胖，转头你就去购买了他提过无数次的饭后必吃酵母零负担的代餐奶昔，这些吃了对你的身体真的有好处吗？那这一部分呢，是我后面几天补录的，所以你看到一些角度就会有一些不同。现在的问题是，这类极端化妆的视频已经可以被复制出来了，这已经不只是2-3个人这么画，居然也会有其他人在模仿。说是粉底上的越多就越服帖，不卡粉不显纹，说是化妆越大胆就越不容易翻车，还会一本正经的告诉你挤10几泵粉底液的过程就是一种解压的事情。解压已经被形容的太随意，挤粉底液解压，洗粉扑是解压，把东西糊得到处都是也是解压。这种解压的方式都是靠过度用量和刺激换来的短暂爽感。看到这里，我真的想问一句，你敢相信这是她化妆过后的样子吗？这就是现实和画面之间的差距感。就想来看一下她这么埋汰的化妆手法，最后能画出什么样的效果。前面她的那些挤了半瓶粉底液，用拖鞋来拍脸，粉底液多到都塞到鼻孔里了，全部呢都是为了把过程拍得够夸张，让你一下子被她最后的成果所惊艳到。然后内容的主题通常都叫做沉浸式化妆，可你看到她这张脸真的有被解压到吗？没有，你只会很无语，会有点后悔在开头的那几秒里为什么不直接划走它。这种娱乐形式的内容只是利用你对结果的好奇心，把你的注意力给分散走。还有一点很少人会说出来，就是这样的内容形式本质是在不断放大一种非常低效非常浪费的生活方式。粉底用的越多，卸妆就越费时间，那么就会用到更多的卸妆产品，更多的洗面奶，更多的清洁步骤。要是洗脸没洗干净，就得反复再清洗，直到脸感到紧绷和泛红，再去靠更多的护肤品去补救，这样呢也可以让它有更多的广告位插入进来。还有头发和衣服上全部沾满了化妆品，洗一次不够，还要再得洗第3次，每一步都是水资源、时间和产品的消耗。好了，那看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的话，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也是让更多人看到我的视频，最后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拜拜。